歡迎收聽。今天我們手上有一份特別有意思的材料，是關於一本書的摘要，書名叫《從伊甸園到新耶路撒冷》。說實話，在讀這份材料之前，我一直覺得聖經嘛，就像個故事集，裡面有很多獨立的人物和事件。但這份摘要提出了一個我覺得挺顛覆性的看法。他說，整部聖經其實是在講一個前後連貫的宏大的驚人的故事，一個關於亡國的故事。對，這個視角確實非常有衝擊力。他一下子就把聖經從一堆可能有點零散的道德故事，變成了一部完整的史詩。史詩這個詞用得好。是的，這部史詩講的就是上帝在地上的那個統治權是怎麼建立的，後來又是怎麼失落的，最後又是如何通過一位君王被夺回來的。所以它是有個完整時間線的。沒錯，起點是伊甸園，一個完美的開端，然後終點是新天新地，一個榮耀的結局。整個故事的核心線索就是這個王國的興衰和復興。好了，那我們就順着這個線索來梳理一下。故事的開篇，伊甸園，我們一般都覺得那是個完美的花園，對嗎？大部分人都是這麼想的。但摘要裡提到了一個詞兒，叫人類的王室呼召。這個聽起來可比園丁要厲害多了。這個王室呼召到底是什麼意思啊？這正是整個故事的迷人之處。作者認為上帝最初的計劃根本就不是讓人類在花園裡無所事事的享受生活，不是躺平就行了。對，他創造人類是為了讓他們成為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王室代表。王室代表？對，這個其實就是人一開始被造出來的時候的那個身份，所謂的形象承載者。說白了，他們的工作或者說使命，就是要把上帝那種美好的、有序的風格推廣到全世界去。我明白了，所以伊甸園更像是一個樣板間或者一個模範基地。沒錯，可以說是上帝在地上王國的首都，而亞當和夏娃就是第一任的管理者。他們的任務本該是把伊甸園的這個模式從這一個點擴展到整個地球。哇，這完全改變了我對創世紀的看法。這根本就不是一個田園牧歌，而是一個宏大的創業計劃。人類還是最初的合夥人，可以這麼理解。但我們都知道，這個創業計劃很快就遇到了大麻煩。摘要裡反覆提到蛇的角色等等，這裡摘要用的詞是篡奪。你注意到這個詞了。這個詞聽起來像一場政治陰謀，但我們通常聽到的版本更像是一個關於不聽話和吃錯水果的道德故事。摘要是想說，亞當和夏娃這個行為的政治過後，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嚴重嗎？你抓到精髓了，篡奪這個詞用的非常非常精準。在作者看來，那不僅僅是一次簡單的違規，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政變。對，當亞當和夏娃選擇聽從蛇的建議，而不是上帝的命令時，他們實際上是在做一次效忠對象的轉移。就是說，他們換了老闆。說的沒錯，他們放棄了自己作為上帝王室代表的身份，把管理權拱手讓給了上帝的敵人。結果就是整個王國的使命崩塌了，世界陷入混亂和敗壞。而那條蛇，也就是後來聖經中揭示的撒旦，就趁機成為了這個世界的非法統治者。這麼說，開局就把王國的大門鑰匙直接交給了敵人，這聽起來也太絕望了，簡直是史詩級的失敗。那上帝的計劃就這麼泡湯了嗎？他是不是也得啟動 B 計劃了？哈哈，可以這麼說，上帝的王國恢復計劃是逐步展開的。摘要提到，他首先揀選了以色列這個民族，呼召他們成為一個祭司的國度。祭司的国度，這就像是在被敵人佔領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抵抗運動的根據地。上帝希望通過以色列向周圍的世界展示，你看，在我的統治下，生活應該是這個樣子的，一個示範區。對，但我們知道，這個根據地也並不穩固。以色列自己也屢次失敗，沒能完成這個使命，所以這只是個過渡方案。真正的轉折點是耶穌的到來。对，耶穌的登場。說到這裡，我突然意識到一個點。摘要裡稱耶穌為新的亞當，
我以前總覺得這只是個神學標籤，但按照你剛才說的這個王國敘事的邏輯，這個稱號的分量就完全不一樣了。是的，完全不一樣。他不僅是個更好的人，他簡直就是來重啟動整個失敗項目的。沒錯，重啟動這個詞用的特別形象，他就是那個合法的王位繼承人，來完成第一任總督亞當沒完成的任務。所以他一出來就，你看他一出來就宣告天國近了，這不是在預告一個未來的事件，更像是在說正牌的君王來了，非法的統治該結束了。摘要指出，耶穌在曠野受試探，就是與那位篡奪者蛇的直接對抗。亞當在完美的環境裡失敗了，而耶穌在最惡劣的環境裡取得了勝利。我明白了。所以他行的那些神蹟，比如醫治病人、讓死人復活，就不再是一些孤立的善舉了。對，按照這個邏輯，這些神蹟更像是這個王國統治下應有樣貌的現場演示。對，他在向世界宣告，看，在我的國度裡，沒有疾病，沒有死亡，一切都是恢復和生命。正是如此，他的每一個行動都是王權的彰顯。但是這裡有一個最大的矛盾點，也是很多人會困惑的地方。如果他的王國是關於恢復和生命的，那他最終的死亡，一個在所有人看來都徹底失敗的結局，又要如何融入這個敘事呢？這不就等於說君王被篡奪者殺死了嗎？對，這確實是個問題。一個勝利的君王怎麼會死在十字架上呢？這就是這個故事最反直覺也最深刻的地方。在這套敘事裡啊，耶穌的死亡和復活被看作是那場決定性戰役的最高潮。最高潮。對，篡奪者以為自己通過死亡除掉了君王，贏得了勝利，但他沒想到耶穌恰恰是通過這種方式完成了對上帝的極致順服，承擔了人類背叛所帶來的一切後果。他的復活則宣告了對死亡這個終極權勢的徹底勝利。他不是用世界的武力去征服，而是用犧牲和愛從內部瓦解了黑暗的統治。他奪回了亞當失去的權柄，為所有願意跟隨他的人開闢了一條重返王國公民身份的道路。所以這場決定性的勝利已經發生了，但是我們現在並沒有生活在新天新地裡，世界依然很混亂。對，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我們現在到底處在這個故事的哪個階段？這對今天的你我來說又意味着什麼？問題問得非常好，我們正處在一個神學上叫已然來臨但未完全實現的階段。Already but not yet。對，就是這個意思。君王已經勝利登基，但敵人的殘餘勢力還在負隅頑抗。而在這個時代，教會或者說信徒的社群就被看作是這位君王在地上擴展其統治的前哨站和大使館。前哨站和大使館。是的。信徒們被賦予了王國公民的身份，他們的使命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活出這個王國的樣式，繼續推進這個王國的工作。這就很有意思了，因為他把一個宏大的神學故事直接拉到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沒錯，摘要裡也提到了3項非常具體的實踐應用，我們來聊聊這個。第一項是每日活在君王耶穌的統治下。這話說起來容易，但在實際生活中到底是什麼樣子？這意味說我們做決定的出發點變了，不再是我喜歡什麼或者什麼對我最有利，而是我的君王會怎麼看這件事兒。一個思維模式的轉換。對，比如摘要裡提到要讓聖經的教導成為生活的指南，這聽起來有點抽象，但其實非常具體。你在工作中是選擇為了業績走捷徑，還是堅持誠實？當有人在社交媒體上冒犯你，你是立刻回擊，還是選擇饒恕和沉默？你如何使用你的時間和金錢？是純粹為了個人享樂，還是會考慮到別人的需要？這些都是很日常的選擇。對，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選擇，都變成了對這位君王表達忠誠的具體行動。這不再是一套束縛人的規條，而是活出真正自由和生命意義的方式。我喜歡這個想法，把日常選擇看作是一次次的效忠行為，這讓很多平凡的時刻都充滿了意義。好，那第2項應用是認真對待你的王室護照。這個詞又來了，王室護照，這聽起來太宏大了，感覺是那些傳教士或者神職人員才有的。
我每天就是上班下班擠地鐵，這怎麼能叫王室呼召？哈哈，這恰恰是作者想要打破的觀念。他認為，耶穌的勝利恢復了你我作為上帝在地上代表的原始身份。每個人都有，每個人都有。這意味着你的生活並不渺小或毫無意義。無論你在哪裡，你都帶着這個王國的影響力。這讓我想起一個例子。昨天我在超市排隊，前面有個人因為一點小事兒對收銀員大發雷霆，言辭很激烈。這種情況很常見。對，按照這個邏輯，我當時選擇保持冷靜，等輪到我的時候，特意對那位受了委屈的收銀員微笑着說聲謝謝你，辛苦了。這就不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個人選擇，而是微小地在那個收銀台前彰顯了另一個王國的行事方式。這個例子太生動了，他是在說你的工作場所、你的學校、你的家，甚至是你排隊的那個超市，都成了你履行王室呼召的領地。可以這麼理解，是的，每一次展現出仁慈、耐心、謙卑和勇氣，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具體的擊退黑暗，展示上帝王國的樣式。這個想法還挺有衝擊力的。是的，他把我們從僅僅是熬過一天的心態，提升到了在我的崗位上代表君王的高度。對，把日常工作看作是在履行王室呼召，這個想法很有力量。但說實話，現實中很多時候，我們還是會感到無力，覺得自己的這點努力根本改變不了什麼。世界上的問題那麼大，我的一個微笑，一次誠實，又能怎麼樣呢？這讓我想到摘要裡提到的第3點，關於盼望。這種無力感，是不是正是盼望要解決的問題？完全正確。這份摘要提醒我們，這個故事的結局是確定的，結局已經寫好了。對，歷史正朝向一個榮耀的終點前進，那就是君王的再次降臨，邪惡被徹底清除，整個創造界被更新。勝利的結局已經寫好了，這種盼望就好像你看一場已經知道結果的球賽錄像。哈哈，我懂這個比喻。即使你支持的球隊在某個階段暫時落後，你心裡也一點不慌，因為你知道他們最後一定會贏。所以這種盼望不是讓我們變得消極，好像在機場候機室裡無所事事的等待起飛一樣。恰恰相反，它會激勵我們今天就更忠心的去生活和服侍。正是因為你知道你的努力最終不會白費，你所做的一切都會被編織進那個最終的勝利途徑裡，你才能在當下活得更加勇敢和喜樂。我明白了。當你知道未來是穩固的時候，你才能有力量去面對今天的不確定性。這種盼望是我們能在充滿壓力和挑戰的現實中持續行動的燃料。好了，我們來總結一下今天探討的這份材料。提德斯蒙德·亞歷山大的書把整部聖經描繪成一個完整的故事。上帝有一個不可阻擋的使命，就是要在地上恢復他的王國。對，第一代的人類代表失敗了，導致一個篡奪者入侵。但上帝並沒有放棄，他派來了新的君王耶穌。他通過完美的順服、犧牲和復活，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奪回了王位。是的，而這個故事的高潮在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中達到了頂峰，也就是王國的最終實現。最終的實現。到那個時候，所有的邪惡、痛苦和死亡都將被徹底驅除，上帝的統治將在新天新地中完全建立，而人類最初被造的目的，作為上帝的形象代表，在一個充滿美善和秩序的世界裡生活和管理，也將得到最圓滿的實現。摘要最後引用的那句話概括了一切：世上的國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國。這既是整個故事的最終歸宿，也是一個能堅固信心的應許。在我們結束之前，留給大家一個可以繼續思考的問題：如果你的每一個日常行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都可以被看作是對這個已經勝利的王國的忠誠之舉，或者是對那個世界撺掇者價值觀的默認，那麼這會如何改變你對待下一次談話、下一個工作任務，甚至是下一個休息時刻的方式呢？